现在的状态，但是很难想象到，就是在大半年以前，我还是整个人都浑浑噩噩，经历了生活上的转变，段感情的结束。想要概括的主题就是向内求，莫向外求。坚持过来，一定可以走出去的。只要走过去，只要坚持过去，前面一定有更好、更美好的风景在等着你。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好像对我的生活更加有掌控力了。从别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更加广阔的一面。有什么样的能量，你自己有很多爱的能量、感恩的能量，你就会同样吸引来一些会为你生活注入更多美好的能量。希望大家在2023年呢，也不要去害怕，不要去担心，所有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人生课题。我们只要能在这里面学到东西，我们的人生就会，我们的生命就会比之前更加厚重。这什么东西啊？这个老报纸里面什么东西我也不想打开看。可是当你真正打开这层旧报纸，也就是说人生的不好的事情之外，你经历了这些事，走过了这些事情，当你把这些旧报纸揭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里面有生命馈赠给你的礼物。Hello， 欢迎回到瑞瑞的治愈频道。今天呢是一期深夜聊天室的主题视频，我又在这个背景录，因为第一期的聊天主题视频也是在这里录的，没想到收获了那么多宝宝的喜爱与支持。接着2023年的第一条聊天视频，我也想在这里感谢大家过去1年对我的频道的支持与喜爱，非常非常谢谢。然后大家也是我继续更新的动力，所以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不要忘记帮我1键3连哦。如果你对这期视频感兴趣的话，就继续往下看吧。2023年到啦，先给大家说一声迟来的新年快乐。其实这期视频呢，我已经想做很久了，本来是想着能够在1月1号的时候发出来，没想到又拖了那么久。
几年的一年，我也非常感恩2022年所发生的一切，不论是上半年的困难也好，还是下半年的一些收获也好，因为到现在我才真正的意识到，就如果没有那些困难，如果没有那些让我痛苦的事情，可能我也不会有一些因为下半年一些因为心态的转变上所带来或者是所获得的一些很美好的事物。所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我自己的2022年。这么说有点奇怪，为什么让你们跟我一起回顾但是就是希望我的这些思考反思能够给还在困境中的宝宝们打打气，加加油。不过在开始之前，我要说的是，今天这期视频呢，不包含任何的励志的或者是打鸡血的内容，因为真正帮到我的也完全不是任何外在的或者是一些励志的内容，而是一种向内的探寻。所以在2022年结束的时候，我发了一条朋友圈，然后朋友圈的主题也是我2022年想要概括的主题，就是向内求，莫向外求。一些思维，一些应该算是思维吧，然后一些想法，让我也是度过了这些艰难的时刻。我也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第一点就是感恩吧，那点应该已经被很多人大家都说烂了，但是很多人宝宝可能就会想说，那我觉得我的人生一直以来都很不幸运，我一直都得不到我想得到的东西，或者说这一年对于我来说也太难了，怎么对我这么不友好的时候，我很多年前听到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他经历了非常非常倒霉的一天，结果走在路上的时候他还摔了一跤。他就想，怎么我这么倒霉，上帝从来不站在我这一边。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其实在他原本要摔跤的那个地方，有一颗石子，非常尖锐的石子，在他的额头下方，但是上帝帮他把那颗尖锐的石子给挪开了。当时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很感动，但是我没有任何的信仰，可是我觉得这个故事给人非常大的启发。就很多时候我们在经历一些困难的时候，你会想，哎呀，怎么天不遂人愿啊，命运从来不站在我这一边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这个故事，就其实可能上天已经帮你去抵挡了更多更艰难的事情，更多的灾害了。这是我自己认为比较就是对我有帮助的。因为虽然我上半年吧，可能就是经历了很多困难，可是我一直没有抱怨过，我也一直心态当然是很痛苦，但是总体来说没有很怨天尤人，就是因为这个思维。然后还有另外一点，也是大家上学的时候都学过的一篇文章，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在武志红老师的一个演讲里面他也有讲过，我觉得可以融会贯通的一点就是武志红老师的演讲里面有说，就是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应该培养自己的是一种时间感，就是我们经常遇到了一些困难之后，就会觉得这困难过不去了，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感。如果没有时间感的话，我们就会明白我们这一生非常的长，这一个困难其实在我们这么长长的一生里面，它只是小小的一个插曲。我们当下经历的很多事情，其实在我们人生中只是非常小小的一个章节。第二点，而且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些挫折里面学到一些东西，学到我们所该学习的人生课题，这些或是这些困难，它可能还会成为你之后成功或者是遇到一些好的事情的一个台阶，就是
致使你之后运用这些经验获得了新的美好的东西。所以我们把人生把时间拉长来看，就是你当下一些坏事也许造就了你未来的一些好事，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有时候一些好事也许也埋藏着一些危机。就像人过得太顺的时候可能也会容易摔跤一个道理。所以这就是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们还是要以一个长远的眼光来去看待我们生活中经历的任何一件事情。那这些理念就比如说运用到我去年的生活里。那当然就是分手肯定是一件非常让人痛苦难过的事情，但是那就现在想来，也许虽然也是一段感情的结束，虽然可能会很痛苦很难过，但是也意味着你告别了一段其实没那么适合你的感情，而因此也许你未来会遇到一些更适合你更符合你要求的伴侣。然后除此之外呢，去年的各种挫折它虽然夹杂在一起让人觉得很难以接受，但你反过来一想，也许以前
出现却正好符合我今天想要讲的这个观点，而且能够更加丰富我对于这个观点的解释。当我更多的去感恩我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不论是痛苦也好，开心的事情也好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美好的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涌入我的人生的感觉。所以就是当我发现我越来越会去感恩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世界比之前更加美好了。因为很多事情值得你去感动的，也许以前对我来说觉得就是一件小事儿，人就这么过去了，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现在我就觉得好感动，感觉人生值得。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尝试着去对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或者是遇到的一些人，去抱着更多的感恩的心态，也许这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充实。而且我始终是相信能量的，就是你自己有什么样的能量，你自己有很多爱的能量、感恩的能量，你就会同样吸引来一些会为你生活注入更多美好的能量。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想一想我刚才说的一些观点，有一些也是老生常谈了，但是因为我是去年是深刻的感受到了这些观点，然后对于我认识、对于我生活的帮助，所以分享出来，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些观点，去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困难吧。因为真的绝大部分事情就是取决于我们的心态，只要你的心态放得比较好，你可以从别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更加广阔的一面。2022年我认为我做的最正确、最重要，也是让我自己最受益匪浅的一件事情，就是内观，也就是心灵上的一些探索，真正的对于自我和内在的一些探寻吧。我在上半年的时候经历了生活上的转变，段感情的结束，工作上的迷茫，包括当时我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这个时候各种事情夹杂在一起之后，我就变得非常的困惑，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好像当时我觉得那一段感情应该是我理想中的感情，但是为什么并不能给我带来比较安心的感觉？我也一直是走在一条身边人都认为比较正确的人生道路上吧，但是我自己却经常会有一些空虚感。那个时候的各种的痛苦和迷茫，就让我开始真正的去思考这一切的原因，就是经历了非常挣扎吧，然后也很痛苦的过程。我最终能够想到的原因，就是可能我所认为我想要的东西，并不真正是我想要的东西，而是夹杂了太多外界的声音。可能就一直以来都是别人告诉我这个专业很不错别人告诉我一些东西你应该往哪里走，然后我就往那边走，可是并没有真正给自己一个答复吧。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我好像
专注在自己的一些思维上是不太可能的，也比较困难。但是如果有专业的老师，他有一个语音去做引导的话，你会发现这件事情会变得简单很多。然后第二个我有看一些关于武志红老师的演讲和书籍。那武志红老师可能很多宝宝也知道，他是国内非常心理学上非常有名的一位专家。他所就是传述的表达的很多观点呢，让我看完之后就觉得就是有改变我以前对于做决定的一些认知吧。我不知道能不能这么讲，因为就是他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当你在做决定的时候，更多的去相信你自己的直觉，也就是相信你自己的心，而并非是你的大脑。那大脑它接触了太多外在的声音，接触太多外在的信息，所以可能会虽然是比较偏，当然是会比较偏有逻辑或者理性的一些判断吧，但是你的心，你的直觉会引领你走向正确的那条人生道路。就关于他这个理论的一些阐述，就是一些支撑的论点，我就不展开去说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之后也可以出一篇就是介绍书籍或者是他的讲座的内容。但是话说回来，有些宝宝就会觉得说我的直觉也不是很准，然后我之前也都是依靠着更多的逻辑去做决定的。所以就是武志红老师也有说，一开始不要在一些就是重大的决定上去运用这个方法，你可以先在一些小事情上。那对于我来说，就比方说我每天想，我今天这餐要吃什么，我今天想穿什么，这个时候我就会就是放任我自己的直觉，我就会完全跟着我的直觉来。我坚持做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发现确实是给我心灵带来的改变，主要在于我感觉我好像对我的生活更加有掌控力了。那对自己的生活更有掌控力，就会减少很多的空虚感。所以就可能真的像武志红老师所说的那样，你心灵的决定其实是你真正想做的决定。所以这个方法我觉得特别适用于那些就是跟我之前一样，觉得自己的人生一直以来都比较走在别人的路上，活在别人的一些所觉得是正确的道路上的宝宝们，可以去尝试一下，让你更加感觉到是在为自己做决定。那这两件事情是我去年做下来坚持做下来，让我觉得真的是对我心灵有非常重要的帮助的事。如果大家就是当然在心理学上